大家好，欢迎来到秋月漫谈，我是主播秋月。嘿，朋友们，大家最近怎么样呀？我这一期想聊一聊我生命里最好的一些时光。为什么想聊这个话题呢？我最近不知道为什么总是回想起小时候的事情。有人说，当你开始回忆过去的时候，你就开始慢慢变老了。我不完全同意这句话，但我也不完全反对，因为回忆不回忆过去的事情和我的年龄并没有太大的关系，但是的确是当我有了一定的经历，积累了足够多的回忆之后，我才有回忆的内容。我今天想和大家分享的，主要是我印象当中最为放松、最有记忆点的这样一些时光。当我在整理这个清单的时候，这个清单变得越来越长，所以我就只是挑选了里边的几段时间来和大家分享。同时，我也意识到自己其实是一个非常幸运的人，因为如果我能够整理出这么长的所谓美好的时光的清单的话，这也就意味着我其实在某一些时间里的确是过得比较开心的。当然，这也不排除我的记忆力并不是很好，再加上当我在回忆一些事情的时候，我可能会美化以前的回忆。但无论如何，最重要的是我现在的感受，所以如果我认为那段时间我是快乐的，那我就是快乐的。第一段我想和大家分享的是我在高中的那3年。其实在高中的3年时间，本质上是一个非常有压力的这样的3年，因为在中国，高中基本上就是为了高考而准备的，而高考可以说是每个中国人最重要的考试，所以不管是学校还是家长，都会对孩子们有非常高的要求，非常高的期望。而我当时在贵阳，是进入了贵阳最好的高中。在那个高中里，每个人都是从原来初中的学校里最优秀的那一批人选拔进来的，所以大家都非常的努力，然后竞争也非常的激烈。但虽然是这样，我还是在那3年里有了很多很美好的回忆。这其实和这所高中本身的设施以及它所营造的氛围有很大的关系。我们高中是一所寄宿制学校，也就是说，大家在周中的时候都会住在学校里，
而这所学校呢，它并没有在市中心，而是在一个郊区里，所以它可以建得很大。我们当时住的宿舍都有好几栋楼，然后学校里也都有大概5到6个食堂，给整所学校的学生和老师提供每天的饭菜。我们学校里还有图书馆，踢足球的足球场有2个，然后有室内室外的篮球场，还有室内的羽毛球场、音乐厅等等。你可以说它甚至是比一些大学的设施还要好。那这样好的设施也给了学生们很多发展爱好的机会。我在上高中之前没有打过羽毛球，但是因为在高中有一个非常好的室内羽毛球场，有大概6个场地，所以每天我一下课，我就带上球拍，冲在老师的前面，往羽毛球场跑过去，然后想占一个场地，然后呢，等我其他的同学过来，我们就可以打球了。因为如果去晚了的话，羽毛球的场地就会被其他人抢走，所以我总是非常积极的，第一个就冲到羽毛球场去占场地，想起来也是有些好笑。但我记得当时我非常的开心，因为每天都可以和同学一起打球，最后班上一半的同学都成了我的球友，就是会和我一起打羽毛球的朋友的意思。除了这样的设施之外，当时学校里还鼓励学生们去自己组织一些社团活动。这些社团里有些呢组织了面向整个学校不同年级的人的活动。我记得当时我去参加的有服装设计大赛，然后还去看了学校的歌唱大赛的表演等等。总之，这样的比赛也给了学生们一些展示自己的机会。哦，对，我还记得当时我去参加了英文演讲比赛，但是我高中时期的英文并不是很好，所以当时并没有进到决赛。所以在高中的3年里，虽然学习的压力很大，但是因为这些设施和活动提供的给每个人增长见识的机会，我觉得对当时我来说还是非常珍贵的。第2段我想和大家分享的回忆，就是在我来荷兰之前的那几个月的时间。我是2020年8月来的荷兰。那2020年大家也记得，就是新冠疫情期间。但当时在中国的管控没有非常严格，所以我没有经历后来那些在国内发生的很不好的事情。那为什么
那几个月对我来说是非常美好的几个月呢？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当时我已经拿到了我来荷兰上学的 offer。我的计划本来是工作到5、6月份，然后给当时我工作的公司提辞职信，然后离开公司的。但是在3月份的时候，我收到了当时工作公司的 HR 的电话，告诉我被辞退了。我当时并没有觉得很震惊，因为我当时已经听说了公司内部要重新构建组织架构的这样一些传闻，但是也没想到自己会被辞退。但其实对我来说，当时被辞退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因为在中国被辞退的话，尤其是在外企，也就是外国企业工作的话，如果被辞退会能够得到赔偿，而这个赔偿的机制就是 N+1。那这个 N 呢，就是我当时在那个公司工作的年数。我当时已经在那个公司工作了3年到4年的时间，也就是说我最后能够拿到的赔偿是3+1 4个月的工资。我什么都不用做就可以拿到4个月的工资，我还不用面临找下一份工作的压力，所以这对当时的我来说是最好的安排了。当我拿了赔偿离开公司之后呢，我在上海又住了几个月的时间。在那几个月里边，我什么压力也没有，就只是做着自己真正想做的事情。那当时我经常每天就是一个人待在自己出租的房子里，做下面这几件事情。第一是学西班牙语，当时我是报了一个线上的 B1 的课程。第二，我每天去健身房锻炼，然后自己给自己做饭吃。第三呢，我当时有学吉他，然后我就每天在练习吉他。第四呢，我当时看了很多的动漫，以及以前没有时间看的电影。除此之外，我还偶尔和在上海的朋友约出来见面、吃饭等等。唯一比较可惜的事情就是因为新冠疫情的原因，出去旅行比较麻烦，所以我当时没有去别的城市或者国家旅行。但也无所谓，因为我当时的那几个月的时间还是做了很多自己享受的事情的。那第三段我想和大家分享的时光，就是我来了荷兰的第1年的时间。我刚刚有提到我是2020年8月来的荷兰，当时在荷兰也是在疫情期间，所以也有一些限制，比如说在欧盟内不同国家之间的旅行就比较困难，需要走很多的程序。
但这对我来说影响并不是很大，或者说它其实是给我带来了很多的好处，因为当时我在阿姆斯特丹居住，那大家知道阿姆斯特丹是很多人的旅游目的地，一般情况下阿姆斯特丹总是充满了游客，但是在当时因为这个管控，在阿姆的游客非常的少。然后呢，当时我是住在阿姆的市中心，所以每天我不需要上课的时候就去市中心逛，街上没有什么游客。那没有游客的阿姆真的太好了，各种各样的运河，不同的街道，你可以随性的走，而不是像现在一样到处都是人，然后本地人又很不开心，因为游客真的太多了。那在我来荷兰的第一年，除了我基本上走遍了阿姆的每个角落之外呢，我还做了很多的语言交换。那当时我的重心是在提高我的英语水平，然后提高我的西班牙语的水平，所以当时我有很积极的寻找一些这两个语言的语言交换伙伴，也通过这个方法，我认识了很多人，而其中的一些人也是我现在在荷兰最好的朋友，包括我的男朋友也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认识的。还有一个让我当时觉得很放松，回忆很美好的原因，是我当时的学习并不是很紧张，所以每天我都有很多很多的时间拿来做自己想做的事情。那讲到这里，我觉得可能我成年之后做的最正确的决定，就是选择报名来荷兰读书。因为在我成年之后最美好的时光里，有2段都是和这个决定相关的。那最后一段我想和大家分享的回忆，就是我2023年的时候吧，回亚洲玩了3个月的事情。当时我其实是正好找到了一份新的工作，然后呢，我就跟当时新工作的老板商量说，我已经很久没有回亚洲了，所以我想工作几个月之后呢，就放无薪假，也就是没有薪水的假期。没想到最后他们也同意了，所以当时我也是在这样一种没有任何担心的情况下，和我男朋友请了3个月的假，然后呢回亚洲玩了3个月。当时1个月在中国，1个月在日本，1个月在泰国。虽然到最后我们觉得似乎玩得有些久了，但是我们现在还是会常常聊起来那3个月的时间。其实如果你看我刚刚提到的4段回忆里，除了第1段时间之外，其他的时光都是在一种没有任何压力和担心的情况下去
拥有一段时间，然后自己可以去安排我在那一段时间想做的事情。这种恰到好处的自由，可能就是快乐的秘密吧。不知道你是不是有过类似的经历，这种没有对于未来和金钱的担心和焦虑，然后呢，对自己的时间有完全的把控的这样一种状态。欢迎留言告诉我。这期的播客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下期再见，拜拜。感谢大家的收听。如果你对我们的内容感兴趣的话，欢迎访问我们的网站 realchinesetalk.nl。 你可以在主要播客平台 YouTube 同名频道上找到我们。为了帮助你更好地理解播客内容，学习中文，我们还提供精心修订的文本、相关的词汇和例句，以及和播客相关的问题，帮助你学习。订阅我们的 newsletter， 你可以免费得到一期上面提到的内容，以及更多有意思的关于中国文化、中文的内容。我们下期再见，拜拜。